从远古时期一直到秦灭六国，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都属于百越之地。这里所居住的原住民部落被先秦的中原人称之为越人，因为越与越通用，所以也被称为越人。因为其支系部落众多，所以统称为百越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南征百越。百越部落大体可分为欧越、闽越、南越、西欧、洛越等几个部分。其中，欧越部落居住在今天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，以温州一带为中心；闽越部落的势力范围以今天福建的福州为中心；南越部落则分布于今天广东的南部、北部和西部地区；西欧部落分布于今天的广西一带；洛越部落分布于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。百越部落所居住的地区气候温和，雨水充沛，物产丰富，幅员辽阔，但由于被山川五岭所阻隔，远离中原。秦灭六国之后，秦王嬴政就把百越之地作为统一的目标。公元前219年，秦王任命屠睢为主将，赵佗为副将，率军50万征讨百越。针对百越地区各部落居住分散的特点，秦军采取多路分兵进军，遇有大敌再合兵攻击的战略方针。于是秦军兵分5路进攻百越。第一路从今天的江西向东进发，攻取欧越和闽越。第二路从今天的南昌出发，越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北部。第三路从今天的长沙出发，越过祁田岭直抵番禺。第四路从蒙主岭进入今天的贺县。第五路越过越城岭进入今天的桂林。其中第一路秦军进展非常顺利，在当年就攻下并平定了欧越和闽越地区，并在此设置了闽中郡。而其他4路秦军则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。尽管百越地区的土著人数少，武器落后，但抵抗意志却非常高，致使战争非常的激烈。到公元前218年，秦军进攻缓慢且死伤巨大，主将屠睢变得情绪暴躁，开始滥杀无辜，更加导致当地人的极大愤慨和奋起反抗。秦军进攻百越的4路大军共有40万人，虽然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，但是战争的过程却令秦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尽管在战前，秦军就考虑到了粮道的问题，也意识到南方的炎热气候对于北方秦军会不适应，但秦军到了岭南后才发现，战场环境的恶劣以及百越军的顽强还是超乎想象。据史书记载，以西欧部落为主力的百越军抵抗异常顽强。欧洛军在首领义豫宋的率领下，与秦军进行了凶悍惨烈的激战，致使秦军节节受挫，损兵折将。义豫宋战死后，他们马上又选出新的首领桀郡，随后全线退入山地丛林，与秦军继续作战。欧洛军甚至不惜隐匿深山，与野兽为伍，也不投降秦军，并且还不断地对秦军进行偷袭，切断秦军粮道。秦军的主将屠睢向秦王汇报，秦军粮道被切断，粮草供应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于是秦王下令征调大量民工开凿灵渠，这样就可以使长江上的船只从湘江进入灵渠，再入漓江，然后从桂江南下，可以从西江东行抵达番禺，或者从浔江西行而抵固山和临汾，使水道纵横的岭南无所不通，确保了秦军的粮草运输。这不仅是当时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，同时也加强了岭南与内地的联系，打破了岭南与岭北的闭塞局面，为今后促进岭南的开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公元前218年，欧洛军在新首领桀郡的率领下，对秦军发起反攻，秦军大败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，秦兵俘尸流血达数十万。秦军主将屠睢也在今天广西中部一带，在一次西欧军的夜袭中战死。此时40万的秦军伤亡已经接近30万，剩余的10多万秦军全部退守到广西东部边界。欧洛军的伤亡也同样十分惨重，也没有力量继续发动进攻，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，而这一对峙就是3-4年。公元前214年，灵渠粮道已全面开通，后勤补给有了保障。秦王再次召集10万兵力，与百越剩余的秦军会合，任命任嚣为主将，赵佗为副将，再次进军百越。
这次进攻，秦王征集曾经逃亡在外的犯人、入赘到戚家的男子以及商人，随军出征。秦军每占领一个地区，便将部分移民留驻于此，这不仅使秦军有了较为稳定的后方，同时也使秦军在伤亡后有人力得以补充。而且大批的商人在岭南经营，也为军队的粮饷补给创造了条件。在此条件下，秦军凭借着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器，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征伐。大军所到之处，兵锋凌厉，势如破竹，迅速地击溃了西欧部落的反抗力量，占领了今天广西等地的西欧部落。随后，任嚣和赵佗又挥戈南下，乘胜追击，一举击溃了洛越部落，占领了今天越南中部和北部的洛越地区。至此，秦王朝从公元前219年发动的南征百越战争，终于在公元前214年，以秦军彻底征服百越部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。秦军占领岭南后，在此设立了桂林郡、象郡和南海郡，并在此建立郡县制，有组织地从中原大量地向岭南移民。至此，百越之地第一次纳入了秦王朝的版图，使其正式成为了汉民族大家庭的一员。南征百越也是秦始皇统一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